让龙云重回昆明，那是放虎归山，不放进入海，他这条龙王就不得不就范，叫龙云随我去台湾。1948年的冬天，随着国民党军的全线败退，蒋介石也即将逃离大陆。但他临走时，不仅要把国库的黄金美钞全部带走，还计划将龙云一并带到台湾。为了帮助龙云逃出升天，他的好友妙云台亲自出马，找到了在上海经营航空公司的陈纳德，请求他帮助龙云逃脱老蒋的魔掌。陈纳德同意后，妙云台就让龙云的警卫第二天带着翻译员立马去上海跟陈纳德进行对接，而他自己则要缠住裴存藩一起回昆明，以防此人破坏此次行动。 Have you made arrangements to get to Hong Kong from Canton? 到了广州后，如何安全的去香港？你们是否已有方案？有 ，Yes we have。因为陈纳德的飞机只能到广州，所以龙云的二公子早已和父亲商量好了从广州去香港的对策。见他们自己有办法，陈纳德便说出了第一个方案。我每星期有一架飞机从兰州飞往广州，在南京停留时，你们准备好。这个方案不行。朱希贤听到这样的方案，为什么会反对呢？原因是从兰州飞往南京的飞机，多数是张治中西北长官公署的官员。龙云跟张治中彼此是多年的朋友，西北长官公署的人大多数都认识龙云，一旦上了这班飞机，马上就会被识破。听到这个理由，陈纳德也觉得有道理。经过短暂的思考后，他便说出了最终方案。看来只有派一架飞机飞往南京见龙将军了。太好了！在一旁的陈香梅小姐还补充提议，龙云的相貌过于突出，出发前最好用纱布蒙上一只眼睛，以免被熟悉的人认出。为了保证安全隐蔽，陈纳德决定到行动开始时，会让公司的车亲自去龙公馆接人。请问代价呢？ 我们帮助龙将军是尽朋友之道，不是做生意，分文不收。谢谢 You're welcome。谢谢。可以看出，陈纳德夫妇不仅重视江湖义气，更有着一种成熟的处事智慧。他们评估风险，选择最优方案，甚至连伪装的细节都想到了。陈香梅分文不收的表态，更是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方巨大的精神支持和心理安慰。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陈纳德帮助龙云确实没有收取高额的报酬，但他并非完全的义工。有说法称，龙云单方面以包机损耗汽油费的名义支付了6000美元，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这种做法既维持了朋友的情面，也符合商业公司的运作规则，是一种非常得体的处理方式。而陈纳德之所以冒着得罪蒋介石的风险无偿帮助龙云，其原因也是老蒋并未公开下令禁止龙云离开南京，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不算公然对抗国民党政府，只是为一位失去自由的朋友提供商业服务，这让他减轻了道义上的压力。计划敲定完后，朱希贤立刻返回南京。龙云得知自己即将逃脱蒋介石的软禁，提笔给老蒋写了一封信，并告诉儿子龙省祖，只要收到他已抵达香港的电报，就可以把这封信交上去。其目的就是想好好气一下这个囚禁他多年的老朋友。1948年12月8日清晨，龙云早早起来收拾好行李，并按照陈香梅小姐的嘱咐，用纱布包住了一只眼睛。临行前，龙云嘱咐龙省祖要尽快安排家人撤离，以防老蒋恼羞成怒对他们下毒手。在这一刻，龙云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有对自由的憧憬，有对家人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不确定，还有对蒋介石的怨恨和一丝戏弄的快感。他留下的那封信是他隐忍多年后的一次情感宣泄，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反击。龙省祖知道与龙云这一别或许再也难以相见，忍不住哭泣着拥抱父亲。在秘书的催促下，两人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伤感的离别。为了引开门口监视的眼线，一场精心策划的调虎离山计开始了。龙省祖换上了父亲的衣服，戴上他常戴的帽子，乘坐龙云的汽车从前门大摇大摆地出门，随后又到郑秘书出门。当所有眼线都被引走后，陈纳德的专车才缓缓驶到龙公馆后门。此时，朱希贤早已跟龙云在后门等候多时，他麻利地打开车门，放好行李，安排龙云上车，车子立刻向机场方向驶去。在即将出市区时，他们又换成了另一辆美军军用汽车，同时换上了美国飞虎队的服装。很快，汽车顺利开到机场，一路畅通无阻，直接登机，没有丝毫耽搁。飞机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同一时间，乘坐汽车逛了一圈回到家中的龙省祖探出窗户，已经看见飞机划过南京上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就在那架飞机上。
他为父亲重获自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随后，他打开鸟笼，放飞了以前高价买来讨龙云开心的小鸟。这个举动既是对龙云自由的祝福，也象征着压抑已久的龙家终于挣脱了束缚，更是他们对过去告别、对未来期待的一种情感寄托。很快，龙云乘坐的飞机就飞到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并进行了降落。而陈纳德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Hello, General Long.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陈纳德知道龙云此去以后很难再互相见一面了，便来到机场为他送行。陈纳德还向他保证，这架飞机是公司里面最好的一架，驾驶员的驾驶技术也是最好的，并且他已经派他的夫人陈香梅女士在广州机场迎候龙云。最后告别之际，他还送给龙云一个果篮，预祝他一路平安。很快， Bye bye 飞机又再次起飞。 Bye bye 这一次，看着飞机再次腾空，龙云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与愉悦。被软禁多年，让他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自由的感觉了。回想昆明事变，再到软禁南京的点点滴滴，虽有些不堪回首，但从龙云一笑而过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些回忆从他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终将变成过去式。再有1个小时，我们就到广州了。即将到达广州，龙云知道此时已经没有必要再伪装自己了。他摘下了蒙眼的纱布，又拿起陈纳德送的苹果闻了闻果香，随后握在手里，祈祷能够平安落地。然而，当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时，飞机却被一大群宪兵给包围了。龙云和飞机上的随行人员担心是不是已经暴露，立马拔出枪警惕起来。同机前往的美国人下机掏出证件证明身份，才替龙云解了围。见虚惊一场，龙云等人也跟着下飞机，而飞机外面的陈香梅小姐已经等候多时。陈香梅小姐，龙主席，你好。您好。方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广州海关当局接到情报，说今天一架于昆明来的飞机偷运鸦片，他们差点把你们当贩毒犯了。哦，请转告陈大德将军，世上比金子更珍贵的是友谊，我龙云衷心的感谢他。这件有飞虎队标志的制服，请允许留给我做个纪念。当然可以。好，谢谢。从这场广州机场被包围的事件就能看出，龙云的逃亡过程是一波三折，但也凸显了陈纳德团队安排的周密。如果没有美国人出面交涉，利用其特殊身份化解危机，龙云一行人会不会被带走调查，最后会不会暴露，已经不言而喻。陈纳德亲自到上海送行，陈香梅在广州接机，这些细节都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合作，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格上的尊重和情感上的关怀。龙云最后的那句世上比金子更珍贵的是友谊，是发自肺腑的感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还能在落魄之际得到陈纳德夫妇这样真挚的友谊，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告别陈香梅后，龙云用了自己的方法顺利抵达香港，并宴请了同在香港的杨杰等好友，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同一时间，老蒋也收到了龙云写给他的信。不可能，龙云逃出南京，除非他真的变成一条龙。通知军警线特一起出动，防止龙云声东击西。是，龙云已经抵达香港。裴腾帆是干什么的？无可奈何之下，老蒋只能让中央社发布消息，说是他准许龙云到香港休假3个月，但龙云逃跑的责任，老蒋还是要追究。一定要彻底追查，该关的关，该杀的杀。我冤枉！我冤枉！冤枉！我没有放走龙云！据记载，蒋介石得知龙云逃脱后大发雷霆，盛怒之下，甚至给了看守龙云的宪兵司令张震一记耳光，大骂其是饭桶。他无法接受在自己眼皮底下，一个被严密看管的重要人物就这么消失了，这对他的权威是巨大的打击和嘲讽。他利用官方发布准其休假的消息，就是用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释他，以维护自己的领袖形象。龙云的成功逃离，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也对当时尚未解放的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后续云南的起义、滇军各部的投诚奠定了不小的作用。